本环岛邮轮旅行是我认为全亚洲所有的邮轮航线中最友好、最安全、沉浸感、体验感、仪式感最强烈的邮轮航线。但是每一年有不少的邮轮乘客因为选错航线、选错船，而彻底毁掉了他们对于邮轮旅行的美好幻想。今天又将以多年以来邮轮乘客从日本航线回来的反馈评价最高、反响最强烈、体验感最真实、航线编排最合理的日本航线邮轮推荐给大家，我称它为日本邮轮航线之王。哈利嘎多，伊友来啦！应伊友广大观众的要求，今天我们只讲日本航线。而在疫情结束、邮轮复航之后，亚洲航线的邮轮到了今天为止，可比疫情之前要来的选择多得多。各家知名的邮轮公司都想在亚洲航线上走出花来，为的就是亚洲邮轮乘客这块大肥肉，谁都想咬一口。在整个2025年中，有几十条邮轮都会行走亚洲航线中的日本航线。而今天这一个视频的主题，又只跟大家介绍我心目当中日本航线的邮轮之王 Diamond Princess 钻石公主号邮轮。也有个人认为，亚洲邮轮航线的成败，在你选择的时候选对船是非常至关重要的。除了今天这个视频的主题我们会讲 Diamond Princess 以外，在接下来的邮轮直播视频中，也有还将跟大家逐一分析一下其他的那些同样也在走日本航线的邮轮品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关注伊佑的频道，记得点开小铃铛，你将会第一时间收到伊佑直播内容的预告通知，内容非常的精彩，千万不要错过。在今天的内容开始之前，伊佑想花不到1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伊佑的私人邮轮旅行顾问的服务。如果对于行程和邮轮的选择、价格了、季节了、风险呢，还有哪一些特殊的注意事项，还是一头雾水的话，不妨考虑一下与伊佑预约一次1对1的咨询时间。我将根据您的需求和您家人的情况，提供个性化的邮轮旅行建议，让你的旅程更加顺利和愉快之余，不花冤枉钱，不浪费冤枉时间。伊佑没有任何的邮轮船票销售压力，所以曾经看破不说破的那些重要信息都将倾囊相授。写 email 给我就是那么的简单，聘请伊佑成为你的私人邮轮旅行顾问，你的旅行路上不迷路。那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Diamond Princess 为什么伊佑把它称之为是我心目当中的日本航线之王呢？钻石公主号是公主邮轮公司 Princess Cruises 运营的一艘著名邮轮。虽然很多人知道它是因为疫情之初在日本横滨码头的那一场惊心动魄的船上封闭隔离事件，但是鲜有人知道这一艘邮轮真正的特别之处。钻石公主号邮轮 Diamond Princess 是2004年首航，是公主邮轮公司造船史上鲜有的在日本建造的邮轮，同时它成为了在日本造船史上非常亮眼的一个部分。而它最早并不是为了走日本航线而建造的，当时钻石公主号邮轮是为了阿拉斯加而量身定做的，总吨位为115875吨，可容纳2670名乘客，共有18层楼，其中14层楼对乘客开放。在阿拉斯加海域航行了10年之后，2014年公主邮轮公司对钻石公主号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改造，专门为了日本市场而量身打造，让这一条日本造船史上的骄傲真正回归了日本海域。这次邮轮改造中新增了很多具有日本特色的设施，例如建造了海上最大的日式浴场全之汤，提供传统的日式沐浴体验。此外，新增设了多家日式餐厅，例如寿司吧和拉面吧，以满足日本乘客的口味需求。公共区域和客房设施也融入了更多的日本元素，为日本乘客增设了智能冲洗马桶，房间内添置了煮泡日本茶的用具，营造出温馨而具有文化特色的气氛。这次的改造是钻石公主号成为公主邮轮船队中专注服务日本市场和满足对于日本文化有着浓厚兴趣的西方乘客的旗舰邮轮。
Diamond Princess 钻石公主号邮轮，从你看到伊佑这个视频的这一刻、这一秒开始，它就已经在走日本航线，一直走到2025年的11月底，它才会短暂的调度去别的航线，稍微走几站之后，很快又会回到日本的航线上来。那在它全年那么多的航次里面，你该如何选择呢？伊佑已经帮你列出了在 Diamond Princess 全年的日本航线中，哪一些是邮轮公司特别精心编排过的特殊航线，是你下手抢船票最重要的根据。以下这些特别有特点、有特色，邮轮公司精心编排过之后的最值得下手的日本航线。当伊佑这个视频播出之后，肯定会有很多人跟你抢船票哦。首先 last minute， 你现在一定要开始动手去抢日本春季赏花的特殊航线了。春天是日本一年中最美丽的季节之一，樱花盛开，百花争艳。邮轮行程不仅让乘客沉浸在大自然的美景中，还能够体验春季特有的文化活动和节庆。5年3月15日 Diamond Princess 将行走9州春季花卉之旅，10天的行程中会去到别府、宫崎、鹿儿岛、佐世保、鸟羽，还有韩国釜山。Diamond Princess 的9州春季花卉之旅通常会带领你深入探索到日本南部的迷人岛屿，与这里壮观的自然景观，还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另一个特别值得推荐的航期是2025年4月16日的北海道春季花卉之旅，它会停靠日本著名的湿地之都川路，观赏到只属于这里的珍稀的鸟禽和广阔的湿地景观。北海道的函馆和小樽，春季的北海道航线以清新凉爽的气候和壮观的自然风光为主，适合希望远离城市喧嚣、亲近自然的邮轮乘客。通常钻石公主号的日本航线从3月中开始至4月中之间，都是花卉观赏的邮轮季节。如果你对于2025年 Diamond Princess 这个季节的邮轮航线感兴趣的话，很有可能你已经发现邮轮公司官网几乎已经快要售罄这一些航线了。如果你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订购到的话，可以单独私信给伊佑，我可以告诉你一些订购的小技巧。伊佑对大家是不是特别的有心，换取一个你对于今天这个视频的点赞，应该没有问题吧？如果你打开这个视频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订不到2025年度赏花季的日本邮轮航线的话，也别紧张，2026年的航线也已经公开可以发售了。熟悉日本的人肯定都知道，日本有非常多重要的节假日都会放在夏天。当然，专门走日本航线的邮轮一定会为了这些特殊的节日安排特殊的航线。不小心已经错过了2025年的花卉季邮轮行程的话，不用可惜，我们还有机会把握2025年夏天的日本重要节庆日的那一些特殊邮轮航线。这些特别的邮轮行程是围绕着日本充满活力的夏季节庆来安排的，并在主要的港口提供深夜停留，让乘客有充分的时间可以体验这一些独特的文化活动。9天的日本环航睡魔节之旅，出发日期是2025年的7月27日，停靠鹿儿岛、韩国釜山、青森、日历中，其中邮轮行程刚巧赶上了青森1年1度著名的睡魔节，将在这个港口停留到深夜。睡魔节是日本的3大祭典之一，每一年的8月份在青森举行。这一场盛会以色彩鲜艳的大型花灯巡游闻名，花灯以日本传统神话和历史人物为主题。睡魔节起源于驱逐恶魔和祈求丰收的习俗，是日本北部重要的文化象征之一。
花灯在夜晚亮起，伴随着太鼓、笛子和舞蹈的表演，形成了热闹非凡的氛围。游客可以参与其中，感受当地人的热情。参加者可以亲眼目睹制作花灯的精湛工艺，并且欣赏节日壮丽的场景。如果你刚巧在这个季节搭乘这一趟专门为睡魔节而设计的邮轮航线，绝对是你这次日本邮轮旅行的亮点。邮轮旅行最大的优点就是你不需要担心在旅行旺季的时候，特别是在一些重要庆典、重要活动阶段，去到这个旅行目的地的时候订不到酒店、吃饭各方面都成问题。那既然邮轮的优点那么的明显，我们就来点刺激的吧。2025年8月5日出发的10天的文化综合庆典之旅，这一趟行程就厉害了，它会停靠青森、静冈、釜山、高知、德岛。除了刚好赶上青森的睡魔节之外，还能够参与到高知的4万十五祭，也被叫做野来祭，和德岛的阿波舞节。这是结合了3大日本夏季文化节活动的一个综合版本。阿波舞是日本最古老的传统舞蹈之一，舞者穿着传统的和服与草帽，翩翩起舞。在高知的4万十五祭是融合了现代元素的传统舞蹈节，舞者手持特殊的乐器名子，在热情洋溢的节奏中舞动，和现场的所有观众一起，有高度的参与性，适合各个年龄层的游客。那接下来不得不要说一下著名的熊野烟火节之旅了。2025年的8月15日起航，总共10天的航程，能够去到清水、熊野、高知、釜山、长崎。熊野烟火节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烟火节之一，于每一年的夏季在三重县熊野举行。烟火节以其壮丽的视觉效果和独特的举办地点而闻名，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游客来这里欣赏。熊野烟火节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最初是为了祈求航海安全和感谢大海的恩惠的一个宗教仪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发展成为一项盛大的烟火典礼。火在熊野海滩的沿岸点燃，背景是宽阔的大海和巍峨的山脉，营造出令人惊叹的景象。搭乘游轮的乘客可以选择在海滩上，或者你可以逗留在游轮上欣赏这一场烟火。正值暑假期间，又非常推荐给全家大小来一场让人终身难忘的日本邮轮旅行。虽然日本是一个非常受到游客欢迎，大家都特别乐意反复前往的旅行目的地，走日本航线的邮轮有那么多的选择，无论是3星、4星、5星，甚至是6星级邮轮都在走日本航线。那哪一条邮轮才是你的菜呢？邀请你来到EO的直播间，我将把2025年所有你叫得上名字也好，叫不上名字也好的那些行走日本航线的邮轮，通通帮你扒一扒。记得点赞EO今天的视频，关注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EO的直播通知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拜拜。